看电影或戏剧时，我们知道演员可能是从剧本中学习台词的，剧本基本上告诉演员说什么和什么时候说。一段乐谱和剧本的作用完全相同。很基本的讲，乐谱告诉演奏者演奏什么和什么时候演奏。从美学的角度来讲，比方说贝多芬和贾斯汀比伯完全不同，但两位创作者都用了同样的基本构架来创作音乐音符。尽管结果会听起来相当复杂，但音符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音乐符号的基本元素和它们是如何互动来创作音乐作品的。音符写在5条平行线上，横贯整页。这5条线叫谱线，谱线在2个轴之间，上下和左右。上下轴告诉演奏者音高或弹哪个音符，左右轴告诉演奏者音符的节奏或何时弹。让我们从音高开始，为帮我们搞清楚，我们打算用钢琴来说明，但这个系统几乎适用于你能想到的任何乐器。根据西方的音乐传统，音高是按前7个字母来命名的 A、B、C、D、E、F 和 G， 此后就循环 A、B、C、D、E、F、G、A、B、C、D、E、F、G 等等。但这些音高是怎样取名的呢？例如，如果弹 F， 接着再弹一个 F， 这个 F 用钢琴弹的高点或低点，你会注意到它们听上去比较像，比方说 B。再看五线谱，每条线和2条线之间的空间代表一个音高。如果我们在其中的一条线上或空间里放上一个音符，我们再告诉演奏者弹哪个音高，五线谱上的音符放的位置越高，这个音就越高。但显然有很多的音，远不止这几条线和空间带给我们的几个音。例如，3角钢琴可以弹88个不同的音，因此我们怎么样把这88个音符压缩到五线谱上呢？我们用叫谱号的东西。谱号的样子看起来怪怪的，放在五线谱的开始，作用类似于一个参考点，告诉你某条线或空间对应你乐器上的某个音符。如果我们想弹不在五线谱上的音符，有点像作弊，额外多画了点线，叫加线，加的音符写在加线上。如果我们非得画这么多加线，导致线混乱了，我们需要换成不同的谱号。至于让演奏者何时弹这些音符，2个要素控制这一点：节拍和节奏。音乐的节拍单独有点乏味，听起来像这样。注意节拍不变，只是相当快乐地前进着，可以慢点儿，或快点儿，或你想弹成什么样，真的。关键是就像钟表上的秒针，把1分钟分成60秒，每秒之间的时间长短是一样的。节拍把音乐分成小的时间间隔，都是等长的节拍。以一个稳定的节拍为基础，我们可以开始把节奏加到音高上，那才是音乐真正开始。这是个4分音符，它是最基本的节奏单位，值1拍。这是个半分音符，值2拍。这个全音符值4拍。这些小家伙是8分音符，每一个值半拍。好极了，你说那是什么意思？你可能注意到了横贯五线谱长度的东西，有些短线把它分成小部分，这些是小节线。我们把每一部分作为一个小节。音乐之初就在谱号之后，是叫做拍号的东西，告诉演奏者每一小节有几拍。这个说的是每小节2拍，这个说的是有3拍，这个4拍等等。底部的数字告诉我们什么音符将被用作这个节拍的基本单位，1对应一个全音符，2对应一个半音符，4对应一个4分音符，8对应一个1/8音符等等。因此这里这个拍号告诉我们，每小节有4个4分音符，1、2、3、4、1、2、3、4等等。但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只按这个节拍，有点令人乏味，所以我们用一些不同节奏的4分音符来代替。注意，尽管每小节的音符数量已改变，但每小节的节拍总数没变。因此，我们的音乐创作听上去怎么样？听上去还可以，但可能有点简单，是吧？让我们加上另一种乐器，有它自己的音高和节奏。现在它听上去像音乐了。
当然，这需要一些练习来习惯快速读它，并在乐器上演奏我们看到的东西。但是花点时间和耐心，你会是下一个贝多芬或贾斯汀·比伯。您知道吗？演奏乐器能够长期积极地影响大脑。观看这段视频，深入大脑一探究竟，看看这段神奇的精神锻炼音乐为我们带来的效果。订阅我们的频道，观看更多值得分享的课程。